Hello， 大家好。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穷人想要摆脱越来越穷处境的3个方法，分别是将时间投入在有长期价值的事情上，持续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和重视投资理财，以钱生钱。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稀缺心态，向成为富人迈出坚实的一步。那一看到投资理财4个字呢，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意见了，因为都说投资有风险，穷人本来就没钱，投资风险能承担得起吗？况且穷人本金也很少，投不投资的还有啥意义呢？那么社长本期的主题就是告诉你，本金再少都可以投，不但可以投，而且是必须投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相信看完本期你就会知道这不得不投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投研社，我是社长老韭菜。本频道专注于投资研究分享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少走弯路，提升回报。感谢大家点赞关注并支持我们。要解答今天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，不论我们钱多钱少，是富人、中产还是穷人，都可以放入同样的一套财务体系中来看，横向比较，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这2个基本概念，资产和负债。什么是资产与负债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平时会有一份工作，这样我们就有了收入，那发工资之后呢，就会消费，那这样也就产生了支出。资产和负债呢，就是支出项里的2种类别，其中资产呢是能够不断为你带来现金流的东西，而负债呢指的是那些不断让现金流从你自己口袋里流出的东西。先来看一下资产在我们传统的认知观念中，可以变现的物品呢都是资产，比如车子、房子、家电、股票、基金等等等等。但是在经典的财商启蒙书籍《穷爸爸富爸爸》中有这么一句：富人买资产，穷人买入负债，中产阶级呢买入了自以为是资产的负债。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呢，资产绝不是我们所认知的资产。正确认识资产与负债，对于指导我们购买资产做投资有很大的作用。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被认为是资产的东西，其实是负债。比如说汽车，汽车是消耗品，从买下汽车开始就进入了贬值的通道，时间越久呢，贬值就越厉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使用汽车的过程中，需要不断的投入维护资金和使用资金，汽油费、维修费、保养费、保险费，这些都是支出。所以日常家用的汽车都是负债。我们做投资的目标呢，就是持续稳定的增加我们的收入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呢是一个现金流的示意图。我们通过买入资产获得收入，而负债呢，负债会不断的通过支出消耗我们的资产。所以投资变富的本质就是多多买入资产，尽可能的减少负债，这就是富人的秘诀了。我们来通过一张示意图对比一下穷人、中产和富人的资产负债结构，看完就一目了然了。穷人的收入全被花完了，总的财富呢没能力有任何增值的可能，而中产阶级呢会买入很多的资产，但这些资产会产生很多的消费支出，从而没有带来任何资产性的收入。而富人呢通过买入真正的资产产生资产性的收入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资产与负债，像富人一样尽可能的多购入真正的资产，少扩大负债，而不要像中产阶级一样买入自以为是负债的这些资产，更不要像穷人一样收入刚好够支出，永远挣扎在温饱线上。好了，搞清楚了资产和负债的逻辑，我们也就看清楚了自己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巨大问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金太少能不能投资。钱少当然是可以投资的，因为不同财富基础的人，不论钱多钱少，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。我们利用它来不断的调整和改善我们的资产负债情况，都可以实现财富的增长。而本金多少呢，只是表里的数字不同罢了。此外呢，钱少的情况下，也恰恰是更需要我们关注财务管理的时候，也才更加的需要投资。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才可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将雪球滚大，从小钱积累到大钱，慢慢的实现自己资产的增值。举个例子拿10元钱到超市去买一瓶二锅头，和拿1000块去买一瓶茅台，我们都是可以进入超市的，不可能你去买一瓶二锅头，超市就不准你进去。同样的，在二级市场也是一样，理财的产品有很多，钱少就可以选择价格低的产品来选购，或者少买一些份额。从另一方面来说呢，投资理财是一种观念的培养，100块有100块的理财方式，1000万有1000万的投资方法，聚沙成塔，投资理财是不分多少的。试问除了富二代或者暴发户，谁的10万、100万、1000万不是慢慢积累得来的呢？
而投资理财其实是加速这个积累的过程。况且对于投资理财新人来说，其实并不适合一上来就将全部的身家都砸进去，因为对于投资的各个方面都不太熟悉，而且这样的心理负担会非常大，毕竟理财是有很大风险的。总的来说呀，本金少的时候参与投资其实是具有3个明显的优势的。第一，试错的成本小。投资相对银行存款来说呢，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式，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风险，但也很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。此时呢，对于投资者来说，本金较少，所谓的高风险反而更加不足为惧了，勇于试水，获得更高的回报才是这一阶段的目的。第二呢，是时间优势。长期投资股票可以带来复利的效应，而复利的效应需要时间来实现。因此，如果一个投资者开始投资的时间越早，那越有可能通过投资来实现长期的财务目标。本金较少的投资者可以更容易的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，因为他们不必担心过多的损失。第三呢，是学习机会。投资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学习投资知识和经验的机会。在市场中，投资者可以学习如何分析公司财务报告，评估公司的估值，研究行业的趋势等等等等。那这些经验和知识呢，可以帮助投资者在未来做更多的投资决策。好了，弄清楚钱少也可以投资的前提下，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仅是可以投，而是必须投，也就是投资必要性的问题。为什么是必须的？不投会有什么后果呢？第一点，财富会随着通胀的影响不断的缩水。投资有风险，这是常识。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只要不投资就没有风险了。其实持有这种想法和观念的人，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，而缺乏对社会经济深刻的认识。对于普通大众来说，不投资往往也有不小的风险，这种风险来源于通货膨胀。从长远来看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通货膨胀之中，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剧烈，有的时候比较温和。例如，如果一个人有100万现金资产而不进行任何投资的话，在通胀率仅3%的情况下，30年后这笔钱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现在的40万，而实际情况呢，往往比假设的更为严重。有人就说，我可以把钱存在银行，用银行给的利息来抵御通货膨胀。然而实际上呢，储蓄给的利息只是杯水车薪，因为银行的基准利率根本跑不赢每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。所以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对财富的影响，你必须投资理财，一定要让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的速度，这样才能保证财富的绝对值没有缩水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资金在手很容易挥霍，从而让我们失去了用其他资产增值的机会和投资自己学习的机会。这也算是风险吗？那还真的是。钱在手上很多人就总想着买点什么，也就很容易造成挥霍。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媒体报道富二代、败家子、月光族的故事，网上搜一大把。所以不投资，钱拿在手上很容易乱花钱、乱挥霍，你说有没有风险呢？所以为了抵御这种随意挥霍的风险，你必须在资产上做投入，在自己的学习上做投入，这相当于对自己最为负责的强制储蓄。有钱能挣钱不等于真的有了财富，只有能挣更多的钱，又能将挣到的钱很好的保护起来，让其产生更多的钱，这才算属于你的真正财富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个总结，一定不要拒绝让自己变富的机会。大家都知道，每个人赚钱能力高光时刻是在30到50岁左右，而与之不匹配的是，我们一生都需要持续的用钱。可是想要让自己不为钱而烦恼，就一定要学会投资。很多人会说，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，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，但提高收入意味着你一定有钱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有没有钱不是取决于你的收入，而是你能留下来多少钱来决定的。留下来的钱，如果你没有学习投资，如果你还只会把钱放入大额的存单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钱会被通货膨胀给偷偷的拿走。总结一下，不理财就是选择一辈子用劳动来生钱，用自己的劳动和时间赛跑，受累不讨好。而成功的投资理财呢，就是合理的用钱来生钱，用钱和自己的劳动去和时间赛跑，事半功倍。你会如何选择呢？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